云听好紧张。我真的是写的时候完全不紧张，现在听到大家说的话之后，主要是大家都写的太好，就这个表情。我是一个感情不太外露的人，所以对他来说真的很难。我会觉得很幸运，可以在小屋里遇到一个带给我自信和勇气的一个人。我感激你对我的关心和照顾，到发现我感到压力需要空间，或是在小屋里我努力想开口却不知道如何表达时的这种理解。就是幸福来得太早，对，太快的感觉，就是怎么哇，这真的。所以你觉得有点不真实，反而更要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所以你就不用有压力。谢谢你。小胡的这一个信，其实我是非常能理解他的，就是我跟他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，我们是比较慢的这类的人，这个是两个人的事情。当这两个人他的步伐、他的节奏不一致的时候，这个是需要谨慎的去处理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吧。我还要对另外一个男生说，那个话不多，但句句细腻有趣的你，在我眼中真的很显眼。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最拿手应该是牛肉面，那个肉是外面买的还是你自己做的？自己炖的。OK， 牛不是我养的。牛不是你养的。这句话真的。这么一想，吃那牛肉面更不安了。他怎么也这么沉重啊？来喽，有一点点害怕。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要拉出来到我的脸怎么会这样？拉出来到现实生活中，就我猜想，也许真的我们所有这些人，在生活中，也许未必是这个选择。我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啊？他当天回来就找我吃火锅，跟我聊了好久。天哪，我的脸好臭啊！这个理性的，我这个脸真的好吓人啊！天哪，我当时说话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会给他造成这样的救命！对不起，加油，加油！小欧真的很温柔。这几天我都在想，究竟是哪个瞬间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改变？是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你的寥寥数语吗？是初次见面你主动提出帮我找拖鞋时的温暖吗？哎，那里边是看过没有拖鞋是吗？是第一次约会时我们默契的弹唱一首歌吗？很好。但我确信的是，进入小屋的第3天，我已经做好了要离开的最坏打算。可当我听到敲门声推开房门看到的是你时，我就突然想向全世界宣告，我关注的那个女孩也转身看到了我。好美啊！最后一段话其实不在心里。救命啊，侯老师！天啊！手都在抖哎。对，我想传达给窝窝的想法就是，我是很坚定，并且我是不犹余力的想奔向他的。不犹余力的奔向你，这是我最期待的东西。你坚定不移的东西是不是爱情？好美。感动落泪的一天。对，我刚刚也想说，又成为了爱情感动落泪的一天。第一次看是吧？对。哦天啊！哦，窝窝的来了，窝窝的语音来了。其实提笔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哦，天，是这样的事。
回望第一天与大家相见的场景，诡异又有趣。突然就好奇大家都是怎么样的人，但是很快，我发现每一个人都那么有趣、包容、温暖。從去偏誤生哥笑得好开心啊，哥！这样，是啊，好抽象是吗？后来，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对我来说惊天动地的情节。楚门的世界是假的，但楚门不是。他的世界没有剧本，或许不够完美，但是如假包换，是一个人真实的一生。而我只要跟一个人讲明白就可以。他的勇敢和热诚，甚至常常让我感觉一切发生的不太真切。一个纯粹热烈的灵魂靠近时，还是会深受触动。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这次旅程。但如果现实并不如愿，不要让这些带走你快乐的权利。就像人生，奖励不在结尾，而在之中。这句话听来现在感受更深刻。我刚刚有发现，好像看这一期的时候特别沉浸。啊，感觉像整个剧的高潮。又是为别人的爱情流泪的一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特别是我这2天又重新，我们节目不是播出了吗？我看到第2期，然后窝窝和我在影室里聊天的那一段，我在那哭，我说谁不想被坚定的选择呢？谁不希望被坚定的选择呢？然后你还安慰我说，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奢侈的，或者是比较遥远的，但是没过2天，你就迎来了你的 One Pick。所以我在看到这些小侯他这些信件，包括他猛男落泪的时候，我好感动，然后也同时特别替你高兴吧，就是特别是你觉得你看这个东西离你很远的时候，但它已经在悄悄的来临了。至于我自己，他会来，因为他确实存在。老侯当时其实给我跟老胡已经很大的冲击了，我们就当然有讲说，哦，是不是这样的爱情才被称之为爱情？然后再回来看这个东西，我突然发现爱情是双向的。你特别爱一个人，得不到他的时候，你会怀疑是不是我太差了，而对面那个人他接到一个特别强烈的爱的时候，他也会怀疑我配不配得上。我们在这想谈的肯定是一个非常长久的爱情，那这份长久的爱情我能不能维持得住，好像又是一份很现实的压力。所以我突然觉得爱情好残酷啊。其实窝窝当时他还不在，然后我觉得他写的那个信的那个里面的很多文字特别好，如坐针毡了。我特别喜欢窝窝说的这个不在结果，对，而在于中间的那个过程。是，我还想回头让你把这个发给我，我学习学习。哥，你窝窝呢？窝窝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？我就是因为在版纳我临走的那个车上的那一段对话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的表情是那个样子啊，所以刚才在这个上面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残忍。他在车上很认真的想要跟我探讨说，我们要把这个异地的问题要解决掉，他可以来上海或者是之类的。我就是深刻的认为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我产生的，所以我就是必须要跟他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跟后果。所以当时我感觉到了一些压力，所以我就很冷静，然后甚至有一些残忍的，所以刚才我看到他念信的这个表情的时候，就非常的难受吧。但窝子，我觉得你不要责怪自己，因为我的感受是，爱和被爱都是需要勇气的。爱的人提供的是激情，而被爱的人提供的是责任。
我有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约会吧，约会吧，明天约会吧。好。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约会，我很兴奋。哇！但是你告诉我对未来还是有迷茫的时候，当下我告诉你我会在这里，反正我就在这里。这真是永豪哭了，在旁边。哦，是他流泪了。我最终选择的还是爱自己，我选择等待或者放弃都是可以的。祝我在无数的选择中走向自己。对，这个这就是你的那个画面。我的上帝视角。对。真的，哇塞，这一幕真的太震撼了！一道天光下来。直到今天，我是第一次看到是什么样的一道光。我其实当那个光打你身上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你有讲的一句话，就我真的喜欢的是我喜欢你的样子。你记得你说这句话吗？不只是因为你的样子，还有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是我的样子。对，就这个。那场别样的舞会，让我一直紧绷的情绪。看到了是吗？看到了，绝了！我希望能继续用心享受在小屋里接下来的每一天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，都会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安排。太棒了，哥！哎呀！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我觉得你走过去的时候特别沉重，但回来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回来，真的。有的话说出来之后，所有都放下了。那这个特别释放的那个瞬间。干啥去？出去还是在家待？都行。这已经回来了吗？出去玩。我知道要干啥了，哥，这身衣服我认识，我记得。啊？就是那一天。哪一天？3v1。要不要再多一点？要不要再多一点？我好有眼力见呀！那我都回去了。我还看了个小。哎，但他没坐他旁边。哎，是哦，他坐对面了。我被 Q 了。他这时候挺有压力的。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他这时候挺有压力的。我还以为我在助攻，结果。不对视了。今天我跟梁天的氛围比较好。完全不知道。我俩出去那个玩会儿了。怪不得你俩鬼鬼祟祟的。阳光好漂亮。哎呀，哥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好快乐！这个太幸福了啊，哥有一点。哇哦！陈哥，你觉得你有什么变化吗？就比如说，从版纳回来到现在。哥。希望小猴今晚顺利。小猴当时是干嘛去了？对呀，他在刚才希望他可以顺利。干嘛？表白之类的吧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说他要什么冲刺一把，对。哦，对。敷脑袋上的，敷脑袋上的小宝宝，宝宝贴。如果半夜4个小时，你如果再烧一次的话，就吃这个，好吧？然后这个，瞅啥呢？瞅啥呢？哦，细心。是什么时候买的罐头？北方小孩生病不得吃罐头。你如果要去医院的话，你在那边叫我。哇哦，哎呦，嘿嘿，今天的素材有了，好甜，跟黄桃罐头一样甜，太动人了。张哥先看，真开始吗？张哥今天不知道看谁。张哥今天看谁的呢？这先看谁的？我到
现在开始了，张哥好忙啊！我看了张哥的时间，然后我也第一次这么多图啊！可以发那么多图，给张哥忙的，比我在里面1个月发都多。不知道发谁，只能雨露均沾。只能看一个是吧？只能看一个是吧？张哥小一把离谱，真的有点离大谱。张哥，我送你那个表情包。小朋友，可能是我来到这里花的时间跟他最有呼应。疯了，磕疯了，磕疯了！觉得两个人还是默契更重要一点。小朋友，快点找，赶紧跑！救命！救我！他说很抱歉今天没有邀请你一起出去，我会尽快整理好。但是其实我的疑问在于，你所说的整理是出去跟一个男孩共度一天，就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就那一刻我就觉得，好像有点失落。是我给他多大压力了吗？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我做了什么让他觉得压力这么大，以至于他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整理？还是说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压力？一开始内耗了，开始内耗，狂内耗。对，我那本书应该放在那个客厅里，给大家也很难开心起来了。我的感受还是一个混乱的状态之下，在这么加速的环境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唯一能做到的是，希望说尽快把小屋里面剩下的时间都交还给你。我觉得很混沌。从第一天到我现在每一次的交谈、每一次的约会、每一次的相处，我都觉得你真的很优秀。我觉得自己可能需要渐渐的离开小屋后，回到现实生活，好好去消化在这边发生所有的事件。爱上和爱下去是两个阶段，你没有办法在小屋解决爱下去这个阶段。其实你一直说你要整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整理什么。其实你可以明说不喜欢就不喜欢，又不会受伤。我挣扎了很久去想这个问题，我真的就是给不出一个答案。是我理解错了吗？是我会错意了吗？你怎么刚下了班，奔跑过来，然后双手同步来找我？哎，我不太懂。我不来这儿可能没有这么多压力。我不后悔来这儿。所有这些纠结也好，眼泪也好，都会滋养我变得更强大。人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。唉，说实话，师姐跟老胡对话时候那个笑的，其实跟你当时哭的都一样让人心疼。我看的时候的感受就是有一种场景重现的感觉。是的，只是我是在哭，他在笑。没错。就是怎么就这么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有一点没有心理准备，然后想要听到一个答案。但这个场景让我特别惋惜的是什么？是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人，非常非常细腻的人，非常非常好的人。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，但是会在这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我都想对面那个人能好，只要你好我就好的感觉。我感觉就是好像田儿确实太优秀，然后小胡在这个层面上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。对，即便是很喜欢，在这个点上他就刹了一下车，就可能把这些东西又全放在一起纠结起来去想了。站在他的角度，就梁田的角度上来看，他也在强调了好几遍嘛，就是小屋的时间已经开始倒计时了。那你与其这样去想，你跟别人出去玩，那你不如说跟我在一起了，在相处当中，然后再去找问题，或者再去怎么样。
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田儿他自己的心他是可以确定了的。然后允婷他会想说，哦，我会不会耽误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间？那我觉得这不成立，因为他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。然后你一个紧急刹车，就像我们是一个运沙子的大卡车，你紧急刹车，然后沙子就直接洒到前面去了，不明所以的。所以在他的角度上来看，他肯定是懵的。对，他做这个决定有很大的原因，他是刚刚有讲到说看了小侯的信。啊，对，他说有一个对比，他脑海里面的恋爱，可能当时那一刻就觉得是我喜欢一个人，得像小侯一样为他痛哭流涕，我愿意为他无微不至的付出各种各样的照顾，但我现在好像没有到这样的浓度。其实人和人不一样嘛，是的，也不应该这么比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他拿这个去做参照物，然后我是会觉得可能还是有待感受吧。窝子女士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是看的心情有一点点复杂的，看到别人，看到自己，没法表达了，对。但是我感觉没关系，就像窝子说的，最后的结果我们还都不得而知。所以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很多的收获，自己的成长。希望大家都好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那个坚定选择的人，然后以及祝福大家都能好好的。好 ，OK， 感谢大家参与这一期的半熟联4的陪看录制。本期陪看结束，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，希望大家一起继续关注。